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期影片我们继续来聊36计制第二套敌战计第8计暗度陈仓。暗度陈仓出自秦末楚汉战争中的韩信破赵之战。项羽封刘邦为汉中王，并逼其离开关中，同时还以秦朝的3员降将控制关中，防止其东进。刘邦在前往关中的途中，派人烧毁栈道，以防止诸侯军的袭击，同时麻痹项羽，表示其无意再回关中。西元前206年，关东的田荣发动反楚战争，给刘邦还定三秦提供了有利条件。为隐蔽地做好进攻关中的准备，刘邦接受韩信的建议，大张旗鼓地派兵修复过去烧毁的栈道，以欺骗敌人，使敌人误以为刘邦要从栈道进攻关中，从而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，暗中却迂回前出固岛（今陕西凤县、宝鸡之间），然后突然东进，奔袭陈仓，一举打败企图阻拦的章邯大军，占领雍地（今陕西中部、咸阳以西和甘肃东部地区），实现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变，为日后对项羽的大规模反攻打下了良好的军事基础。暗度陈仓是恃假引真，欺敌误敌，从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达成战争突然性的成功战例。36计将暗度陈仓专门列为一计，强调的是战争中要通过正面佯动、佯攻来迷惑敌人，分散敌人的注意力，以掩盖己方的真正意图和攻击路线以及突破点，达成出其不意的效果。这一用兵思想是对《孙子兵法》提出的轨道理论的继承。孙子兵法强调，为了实现先发制人和行动上的突然性，必须做到兵不厌诈，即利用各种欺敌误敌之法，伪装自己的企图，掩盖各种真相，造成敌人的错觉，导致其决策的失误，乘人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见。在各种恃假引真、欺敌误敌之法中，佯动、佯攻是一种最为积极的调动敌人的方法，最容易造成敌人判断上的失误。同时也只有明修栈道，达成了欺骗敌人的目的之后，暗度陈仓的军事行动才可以成功实施。现代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曾说，成功的将帅会选择敌人最没料到的路线或行动方向，他会利用抵抗力量最弱的路线。因为就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准备和实施而言，在严格的保密措施、舆论误导和外交欺骗都不可能做到不露蛛丝马迹。因此要对敌实施出其不意的战略性进攻，只有实行战略佯动这种积极行动，才能迷惑敌人，才能使敌人对我方的真正意图和攻击方向产生错误判断，达成战争的突然性。战争史上，通过战略佯动，在对手意料不到的时间、地点实施进攻，往往与敌以措手不及，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战果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即使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，积极创造条件，达成战略或战役的突然性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仍然是夺取战争主动权，进而克敌制胜的主要方法。结语：视之以动，利其静而有主，易动而训。有意公开自己的行动，利用敌人坚毅固守的机会，迂回侧击，乘虚偷袭。正如《易经》易卦中所讲的，表面卑顺而暗中行动的道理。暗语：其出于正，无正则不能出奇；不明修栈道，则不能暗度陈仓。昔邓艾屯白水之北，将为遣廖化屯白水之南而结营焉。艾谓诸将曰：为今卒还，吴军少，法当来渡，而不作桥，此为使化迟吴，令不得还，必自东西逃城矣。艾即夜前军，径到陶城，为果来渡，而亦先至，据城，得以不破。此则是姜维不善用暗度陈仓之计，而艾察知其声东击西之谋也。其以正为条件，没有正就不能出奇制胜，不公开修筑栈道，就不能暗中成功东出陈仓。当年邓艾屯驻军队于白水之北，姜维派遣廖化在白水之南扎营安寨。邓艾对手下将领说，姜维现在突然统兵来到，我军兵力单薄，按道理他应该不等筑桥就渡河向我发起攻击，这是姜维让廖化在这里与我军相持，使我不能还军，时时激动，
而他一定是率主力东向袭击陶城去了。于是邓艾当即连夜悄悄指挥大军从小路赶回陶城。姜维果然前来渡河，因邓艾事先赶到，占据城池，使得城池未被姜维攻破。这一战例说明，姜维不善于运用暗度陈仓的计策，而邓艾却事先察觉了姜维声东击西的谋略。战略：临晋设疑，偷渡夏阳，韩信破魏之战。楚汉战争中，刘邦于西元前205年4月攻下了项羽的大本营彭城，但是项羽立马调整部署，集中力量予以反击，使刘邦兵败彭城。项羽的北翼一时得以稳定，战局的发展开始对刘邦不利。为开辟北方战场，刘邦于是年8月以韩信为左丞相，率军进攻魏国。为了防御汉军的进攻，归顺于项羽的魏王豹立即进行战争准备，并把主力部署在黄河东岸的蒲坂、金山西、永济西，断绝临晋通往蒲坂的交通，封锁黄河渡口临晋关、今陕西大荔东，以阻止汉军由蒲坂渡河。而除蒲坂之外的其他渡口，如夏阳、今陕西韩城南一带等，则兵力寡弱，疏于戒备。韩信探知魏军部署之后，认为魏军正面有重兵防御，从临晋强渡黄河已不可能，遂采取佯攻蒲坂、暗渡夏阳的生南击北、避实击虚的战术。他下令在蒲坂大肆集中船只，摆出一副要从临晋渡河的架势，暗中却调动军队，与曹参所率主力偷偷开赴夏阳，用木鹰否，一种口小腹大的木桶，快速渡河，魏军竟毫无察觉。曹参渡河后，迅速向魏军后方重镇安邑，金山西下线西北直插，在东张、金山西临沂西南大破魏军，攻克安邑。汉军的奇袭行动使魏王豹惊惶失措，他不得不迅速从蒲坂回师迎击韩信、曹参。这时汉将灌婴则率军乘机从蒲坂渡河，向魏军发起追击。汉军前后夹击，大破魏军，牢牢控制了河东这一战略要地。韩信在北方战场上的旗开得胜，既保证了关中根据地的安全，稳定了汉军正面战场的北翼，并以破魏所得精兵支援荥阳前线，增强了刘邦的防御能力，同时也为汉军的进一步北上东下奠定了基础。应该说，在整个楚汉战争中，给项羽以最大打击的，莫过于韩信指挥的北方战场的这一系列大举出击。吕蒙庄并瞒关羽。三国时期，孙权意欲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，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大将吕蒙。吕蒙获悉镇守荆州的关羽在北上讨伐曹操时，并未疏忽对南线的防守，不仅在南线驻有重兵，还命人沿江造起为数众多的烽火台。为了麻痹关羽，吕蒙借口染病交出帅印，推荐年少的陆逊接替自己，但暗中却在做进攻荆州的准备。关羽受到吕蒙的蒙骗，犯了妄自尊大的毛病，认为陆逊年少无知，不足为敌，因而把防守南线的军队调到北方攻打曹操。这时吕蒙看到时机已到，便派出一支船队，把一部分士兵藏在船舱中，另一部分士兵扮成商人模样向荆州进发。这支船队混过了哨位，到达目的地后，隐藏在船舱的士兵跳了出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荆州。于是关羽陷于北曹、南吴的两面夹攻之中。不久，关羽败走麦城，战败身死，蜀汉失去了一根中流砥柱。吕蒙称病，由一个年少的将领接替他，让关羽产生了轻敌的念头。可是在暗地里，吕蒙却秘密部署偷袭关羽，夺取荆州，这就是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计谋的成功。那么好，这期影片就先讲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